汽车、小汽车都烧了，真是可惜了。这都什么车型啊？损失惨重啊！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还好这烧的那一车啊，已经面目全非了，看不出是什么品牌。这要是品牌露出来了，又要出来辟谣了。还有那个侧滑的新能源车，动力就是强劲啊，都在给它降温洗澡了，还不老实，一直在挣扎。看来这电池还在持续供电，要的就是一个不断的输出啊。这都是网友随手记录的日常自燃，但估计以后呢，就很少有人会记录了。看到自燃呢，会躲得很远，因为最近已经连续告了好几个，其中一个呢就是专门发这个自燃小视频的，被多家车企告了，结果是显而易见。首先呢是蔚来汽车，在公告上可以看出啊，他们一审赢了。一个叫什么名字的人呢，在多平台发布了未经核实的非质量问题的事故素材，就是说啊，老是发布这种自燃视频，攻击了很多品牌，误导了大众，进而呢阻碍了中国新能源车的发展。更可恶的是啊，他发这些自燃的视频呢，主要是为了卖他的灭火器。这大帽子扣的呀，谁都接不住，转发一下别人拍的自燃视频就被告。让车主买点灭火器啊，这不很正常吗？一个个人怎么可能阻碍行业的发展呢？又不是比亚迪的王传福。这公告一出来，他的账号呢全网封禁，并且之前的视频一个都找不到。之前他还发视频表示呢抗争到底，结果这个抗争到底的视频呢也没有了。同时间呢，他还被极客汽车给告了，这个一审就直接出结果了，判决是公开赔礼道歉，并且呢赔偿经济损失30万，赔的有点少啊，不应该是500万起步吗？有人说是极客仁慈了，我看是啊，本来就是自燃，极客未来很多车都烧成了壳子了。真正要说什么其他问题导致的自燃，现在网上也没有什么鉴定机构给出具体的明确的调查结果啊。自燃事件发生都是不了了之，估计是啊，极客汽车自己都觉得一审只是表个态吧，在网上起一个警告的作用。后面呢还有二审呢，在墙内，现在车企呢已经有了自己的法律了，这其中最强的应该就是比亚迪。我们频道啊前段时间说的比亚迪充电桩爆炸，炸毁了一条街的新闻，这个发布视频的人呢直接被抓进去了，蹲了3天。4月12号出的事呢，4月26日整个事件的调查就结束了，并且呢给出了明确的结果，速度真的非常快啊。然后比亚迪报警抓人了，别的车企呢还要走起诉、1审、2审啊什么的，比亚迪直接破门抓人，就非常的厉害了。我记得当时很多媒体都转载了，还是大媒体啊，像澎湃新闻什么的，这些转载的也应该给他抓起来，他们的影响更大，够判几年了。可是呢，这些媒体呀并没有遭殃，看来比亚迪也是柿子挑软的捏了。这里就说一句啊，我也刷到了转载我的视频到墙内的，提醒注意风险啊，免得被滴溜进去了啊。要说现在最软的柿子是谁呢？应该是日系品牌了。这次上海车展就差把车给砸烂。每年的车展呢，你都能看到丰田的车呢被刻意的去抹黑。那么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展现几种黑丰田的形式啊，你们看一看，在互联网上能不能刷到这类的视频。这台车呢，我们并没有碰啊，我们打开车门也是刚刚发现的。来，不知道让谁呢把胶条拆下来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们会拆掉一些胶条跟覆盖件呢，然后呢故意的去说这个里面的工艺，或者是呢有一些这个装配的不好等等。看一下这里，昨天我们在车展的时候，这个胶堵它还是存在的，但是今天我们早上一来，这个胶堵已经没有了。兄弟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这台展车在展出之前明明是安装好的，包括我们的卡扣，现在已经完全被扯掉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卡扣，原车都是有的，如果不是这种恶意的暴力的拆卸，它轻易是不会掉的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位置，
这台车在展出之前也是完好无损的，现在已经被恶意的拉扯到了这种程度。还有这里，兄弟们来看一下，这些都是被恶意的破坏的。那么像刚才的这几种情况呢，其实还有好多，我们在这里面呢就不一一给大家赘述了。送你们一句话：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。不信你抬头看，苍天饶过谁？这调监控啊，其实不难，可是没人管。要我说啊，丰田还是别来参加车展了。现在车圈环境太差，丰田每次参加车展都是给那些爱国车评人呢用来做表演的，而这些车评人呢，基本都来自国产的那么一两个品牌。这些一两个品牌也是的啊，不知道有没有想过，把丰田贬低之后，难道别人就一定会买他家的车吗？现在丰田的保有量还是很大的，别看天天在那里喊遥遥领先的，有人说啊，确实要去的话呢，就搭个棚子嘛，门口贴个告示，仅限爱国车评人参观，并且呢，现场进行剧情演绎。今年已经有那么多品牌不参加车展了，现在的车展已经变味了。同时呢，还有大众也被戏耍。来看看百万维修工是怎么看车的。这一个发动机是啥发动机？来，但是你买这一个380，这个第5代188一旦上来之后，这个发动机温度高，可能会让你的车就是寿命减少1倍。看车门，车门是一次注压成型的，没有任何焊接，让这台车开起来感觉着非常的好。就是当你关门那一瞬间，你会发现，哟，这个车结实啊。然后一关门，哟，这个车装配好啊。再一关门，耶，还是这物件。但是买车不是这法看的，是啊，他只会做眼带毛活。啥叫眼带毛活？就是你看到的东西都是好的，而你看不到的东西都是不好的。为啥就这说？看车是有步骤的，把这个给我录下来。看车是有步骤的，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像厂长这样看车。咋看车？来，第一，背弓屈膝，单膝下跪，这是一个非常有仪式的感觉。另外，把头抻到下边，抻不到下边之后，躺在下边。看看到底是单层冲压的下肢臂还是双层冲压的下肢臂，看看到底是一个强框架式的元宝梁还是个半截式的元宝梁。然后来到这儿，看把镜头放得远一点，看车头这个位置跟这个叶子板前轮下边，它们两个中间，这是最专业的。来，把镜头放过来，看这个位置上边有没有上摆臂，看有没有上摆臂。如果说有上摆臂的情况下，合资车最少在20万以上，这是20万以上的标准配置。如果说没有上摆臂的情况下，注定就是一个卖夫形式悬挂。卖夫形式悬挂在这种合资品牌里边，只有10万以下的车才能够配这样的悬挂。那么自主品牌的车在10万以上，他们大多数配的都是交叉臂。这一台车妥妥的卖夫形式悬挂。来，咱看后边，买车的时候到了后边，同样需要打着呀，同样需要有礼仪的，就跟你对女朋友是一样，单膝下跪，对吧？然后开始往下看啥呀？看这个户型啊。啥叫户型啊？你看的是几连杆的，看它到底有铝了吗？看它到底有没有合金件，对不对？需要咋看呢？这时候啊，买车来就躺这一回，原地躺平。理性材质的羊角，后边4连杆。当你看完这些东西之后，你心里有数，你买这台车你就不会买亏。你别光去看它冰箱、菜单、大沙发，你看整个展厅里边的人，他们都在看冰箱、菜单、大沙发。这些东西可有可无的。赔你就是说吧，产业垃圾。啥叫产业垃圾？你看你手机的手机，你都知道了。你手机的手机，今年的手机跟明年的手机一样不一样？啊，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你别看人家嘲笑我，没事。说这大众车既然能展，咱都能说，叫他说得好，也得叫他说的缺点。你说是不是？这就是大众前面的这一个ID.06这台车。就他这种操作，要是国产品牌啊，直接给拎出去了。也就敢对这合资啊一顿输出。百万维修工厂长啊，跟大众的梁子结的还是有点深了。强国人对合资品牌现在就是一味的贬低，搞得现在国产品牌质量有多好一样，都是一些啊欺软怕硬的主。在这次车展，更是有人呢直接在大众那里上了扫描仪啊。这咋了？这打啥？媒体啊？不是。这咋了？这拿什么东西？我都不敢上去。不是。干嘛了？我天哪！
天哪，有人闹事儿！天哪，他拿什么？我看一下。机器。我。干嘛了？哎，干什么？哎，拿什么？他拿什么？他拿东西了。他拿东西。我天哪，来人了！来人了！天哪，怎么回事？这干什么？拿什么仪吗？我都不敢进去了。黑布。什么仪？他拿东西在这扫描车啊！天哪！他扫描车，不是展台上的车能扫吗？展台上车能扫吗？他是干什么？好像在扫描包围数据。这展台车能扫吗？不能吧？这会有那个内部什么东西吗？喂，不好意思。这谁呀？不知道，不是。这是真的过分了啊！好脾气也不是这样被欺负的，估计是副厂的人呢要提前做配件，但是这也太明目张胆了。韩国人的下限真的太低，基本就没有什么下限啊，这种丢人的事情呢都做得出来。去遥遥领先那边用扫描仪扫一扫，估计第二天呢就会被拎小鸡一样的给拎进去蹲几天。对合资都是这样无耻的行为啊，怪不得作为当地企业的特斯拉直接就不来了，非常的精明啊，因为之前都被这些人呢给玩坏了。作为上海本地车企，为啥特斯拉不参加2025年上海车展？首先啊，自21年的车顶维权事件以后，特斯拉就没有再参与任何车展了。现在说来，这事也很巧，当时这件事情发生在车展的媒体日上，也就是车展的前2天，专门用来媒体特展的，之后才是观众日。而当时的张女士，作为普通人的情况下，是如何在媒体日混进去的，而且还趁机在各大媒体前公然爬上车顶维权。要知道，今年的媒体日，我看见好些个博主连门都没进得去，到底还是社会在进步啊！说回来，早在21年车展前，张女士就开始维权。在以往，一般这种车闹有2种解决方式，要么车企息事宁人，给你一笔钱就可以住嘴了，要么直接让你见识资本的力量，是吧？你懂的。但特斯拉偏偏就是头铁，人情世故是一点不上道啊！我特斯拉又没错，我理你干嘛？结果后来根据司法评估显示，此事件使特斯拉遭受超1.7亿元订单损失，数千万元商誉损失。直到3年后，张女士才被法院判决构成对特斯拉名誉权的侵害，向特斯拉公开赔礼道歉，并赔偿17万元。1.7亿比17万简直亏麻了，给老马都整破防了。再说到老马扶川普上位以后，一日并肩王还没当几个月就被卸磨杀驴，还遭遇美国的反马浪潮，特斯拉被砸，销量暴跌。例如25年 Q1 季度，特斯拉在加州电动车市场份额首次跌破 50%， 再加上川普的关税政策，直接给了特斯拉当头一棒，全球市场也跟着跌。德国、丹麦、瑞典等主要市场跌幅均超过 50%。身心俱疲的老马表示，特斯拉已经完成了开启电动车的历史使命，并正式终止了 Model 2项目，之后又开掉了整个超充团队。看起来马斯克似乎正在逐渐放弃特斯拉，全力 all in AI。而如今回过头来看，曾经连续3年夺得上海车展最贵展位的车企，已经连续4年缺席，市场上也早已没有了刹车失灵的声音。也许是大家变得聪明了，也许是友商已经不需要了。最后来看一个价值上万的石头，非常的精彩。快车道上面压到了一块石头，定损下来是8万5，压了块石头就8万5，你压了块宝石啊！我是新能源的问界 M7，压到石头直接从底盘前面刮到后面，刮了电池了是吧？对，我想问一下高速会怎么赔偿？本来你这个事儿不能赔，但是我仔细看了下视频，你这事儿八字有一撇了。这是哪个高速的哪个路段？占空高速曲靖路段。查到对方的路政养护公司是什么公司了吗？没有，现在就是有一个自称道路养护的给我打电话，他说等你定损单下来，因为我这个金额巨大，定损单下不来，我到4S店先出具了一个大概的维修费用，必须先找到对方的养护单位的名字，我问不出来，他说给你处理好就行，所以说我想咨询您。对方如果说正在处理中，那你可以先处理啊。正常情况下，大石头落在高速公路上，你不小心压上了，路政是不赔的，因为这个石头不知道是谁掉的。比如说前车是运石头的车，它掉了一个，理论上你追责是应该追掉石头的那台前车嘛，不应该追路政嘛，除非你能够证明这个石头已经掉了半天时间，路政都不来清理，导致前后已经有10几台车撞坏了，这个路政就有责任了，要不然路政是没有责任的。但是路上压了个坑，坑跟石头是2个原理，坑就是路政必须养护的，掉石头掉衣物这种东西，路政不一定有责任，这件事儿一定要弄明白。那为什么我看了您这个视频，我觉得路政是有责任的呢？当看到这个石头在马路当中的时候，你看你的视频右上方有什么？右上方有啥？我没看到啊，自己的视频自己都没看。你右边的山体上至少有4、5个工人正在施工，这个蹲在崖头上的工人通过逻辑的预判，他一直在看这个石头，这个石头肯定是他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滚落的，他是来捡这个
个石头的，所以就能找到他们的责任。这个可以作为证据吗？当然可以作为证据啊，这是很明确的呀。虽然说你没有拍到它滚落，但是这中间有关联了，这事儿就可以赔了，我舆论就能起到作用了。不是你滚落的，你干嘛下来捡呢？从各方面搜索到，基本上只是赔50%，只赔偿你损失的50%啊，逻辑上不对。如果说是明确对方失误所造成的，就是应该100%赔偿。这种施工单位它一定都有买第三方的保险的，是由对方的第三方的保险公司来进行赔付的。其实现在是用我的保险修车，但是我不敢，我怕修完车之后他们不认了。那就看你急不急着用车嘛。这件事如果说对方不赔付，你跟我说，我帮你去发视频曝光，但是你最好知道是哪个养护单位，或者呢最后实在不行你去告他，你这个事儿我觉得办得赢的。如果说只是赔30%到50%，那我认吗？那你自己做决定了，这个我怎么帮你做决定啊？这个有可能赔到100%是吧？理论上来说就是应该100%赔付，因为我是新车也心疼呀。那我先看嘛，我要赔偿，如果不行的话我再联系你做个参考。有朋友说这个里面难道没有偏差吗？只有一种偏差可能性，当然这个就得事故方去调查，属于保险公司调查范围啊。当时有好几个当事人，如果是工人施工失误所导致的石头掉落，100%赔付。但是如果是因为山体自然滑坡是去救险的，这个就跟工人没有任何关系，这不属于人为事故。意外事故就有可能要保险公司赔，或者说中间要协商责任的问题了，那就是不认嘛。刚才有朋友问了一句话，不是我撞的，那我去扶了，我是不是有责任呢？不能完全这样讲。但是他旁边有证人的，上面有3、4个工人，这个就可以去调查了嘛。取证难不难？理论上来说这件事取证不难。有朋友说那咬死不认，比如说4、5个工人都说这石头根本不是我们弄下去的。我跟各位讲，所有的事情可以用一个东西把它推得通，这个东西叫逻辑。高速公路上的施工方每一次都是有任务单的，可以拍照取证的，是有证据链的。你想把数据链全部改掉，不太可能改得掉，无非就是你要不要去花时间去弄这件事情嘛。所有的事情不要相信任何一方，看逻辑。截止发稿，养护单位对于车主沟通没有给任何回复，连之前承诺的50%均未兑现。这里面的弯弯绕啊可真多。在墙内呀，其实很少有人说去找公路部门去赔偿的例子啊，知道的人也很少。个人觉得呀，这个是问界啊，遥遥领先的牌子啊，可以借助他们的力量去拼一拼啊。你公路养护单位也不能阻碍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观看，拜拜。刚刚看到一个新闻啊，说给贫困户送了4000块的慰问金，出动了94个人，将近一个排的编制，总共是94人。考虑到这样的身体健康情况、路途的遥远情况，一些村里边的这个居住条件情况，严格按照我们的标准来保障它的吃住。怕舆论有这样的这个误解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押送了4000两黄金呢。重点是啊，旅途劳顿就活动、住宿、餐饮花了2万7，这样的付出啊，实属难得。94人轮流拍照，送上4000的慰问金，不为别的，就为自己来过。现在知道为啥你捐10块，受捐者只能拿到1块了吧？毕竟他们的开销还是比较大的。